有人常说我喜欢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单纯喜欢你。如果听到这种告白，你会怎么想呢？真的能毫无理由的爱上一个人吗？爱一个人难道真的不需要原因吗？嗨，大家好，我是杨师傅，今天第一次来跟大家聊聊恋爱心理学。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人一生都在烦恼的3件事，那就是健康、金钱，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谈到人际关系，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爱情啊！不论你现在是热恋中还是单身狗，关于情感的烦恼从来就没有少过。情侣吵架找不到对象，或是被催婚，这些困扰简直就是像没有终点一样。到底人类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爱上别人？心动与晕船的背后，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从演化心理学与脑科学来好好聊聊这个浪漫又神秘的话题吧。第一次来听心理学与生活知识分享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人类爱情的起源是个极度复杂的问题，即使无数学者倾注一生投入研究，依然没有标准答案。不过从现有的跨领域研究中，我们可以将人类情感需求演化梳理出4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远古的狩猎的采集时代。那时人类男女的角色分工非常的鲜明，女性因为具备脂肪与哺乳等生理构造，承担了繁衍与照顾后代的核心重任，而男性拥有较高的肌肉量与强健的体格，自然扮演起狩猎与育体的保护者角色。这种天生的生理适应差异，让单打独斗人类难以独自生存。男性需要女性补充生育、家庭照顾，女性需要男性提供资源与安全保障。因此，当时的爱情需求建立在生存的合作上。男性倾向寻找健康且具繁衍能力的女性，女性则偏好有能力获取资源的强壮男性。没错，就是我。到了第2阶段的农业社会时代，生存的威胁逐渐的降低，爱情不再只是单纯的合作生存，人们开始追求心灵层面的依恋与依赖，在物质基础上叠加了信任与承诺，双方开始透过拥抱、亲吻与牵手表达爱意。言语上也出现了温暖的关怀与承诺，行动上则有了送礼与为对方料理食物。这个时期是爱情发展中最浪漫的阶段，可惜我没有体会到。人们极度看重关系的稳定与长久。进入了第3阶段，工业社会时代，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了生活形态，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迈入职场，平权的思潮开始萌芽。这时的爱情不再只是为了找人共度余生，个人发展与自由开始受到重视。爱情的关系转向建立在平等与互相尊重上，双方可以保有个人兴趣与事业的同时，寻求价值观的契合与共鸣。最后来到今天的后工业与资讯时代，全球经济与科技的水平大幅的提升，物质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后，人们开始转向追求高层次的心灵探索，这完全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生理安全与归属需求被满足后，人们开始渴望尊重与自我实现。现代人对伴侣的要求显著提高，追求极高的精神共鸣与灵魂的契合。而如果找不到条件匹配的伴侣，宁可选择高质量的单身。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单身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对精神契合有更高的标准了。聊完宏大的演化史，很多人会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但龙卷风的形成也有气象学原因。我们爱上一个人，当然也有科学的依据。著名的人类学家赫连费雪
指出，恋爱过程其实是由多种大脑化学的物质驱动。想象一下小红和小轩邂逅的故事，两人在一次偶然的相遇后迅速坠入爱河。小红无时无刻的不再思念着小轩，小轩工作或睡前脑海里全都是小红。每当两人靠近肢体接触时，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口一样。这种神奇的感觉，其实就是大脑在作祟啊！在热恋期间，大脑中央的腹侧顶盖区会被高度的激活，这个区域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神经递质。多巴胺会带来极度的愉悦与兴奋感，让人类伴侣产生强烈的渴望与依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大脑成瘾机制，其实和许多极致诱惑的运作原理相当类似。所以说，热恋是一首美丽的成瘾，并不夸张。多巴胺的大量喷发还会抑制前额叶的皮质功能。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思考与逻辑决策，当它活性大幅下降，甚至暂时关闭，人们就会做出各种不理性的行为，这就是俗称的恋爱脑。在热恋滤镜下，小红看小轩简直就是完美无瑕，连缺点都被自动的美化，化成可爱的特征。但交往几周后，小红和小轩开始变得有些情绪化，容易因为小事焦虑或吃醋。这是因为体内另一种物质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血清素。大脑扫描显示，热恋期的人血清素水平会下降，血清素下降会降低情绪调节能力，让人变得更加敏感、焦虑与不安。但这种敏感也有助于双方建立更深的连结。这段情绪过山车通常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当热恋期逐渐退潮，并不代表爱情的消逝，而是关系转入了稳定的依附期。此时血清素水平回升，前额叶皮质也重新上线。热恋滤镜摘除后，小红和小轩看到了对方最真实的模样。让关系继续维持下去的核心，转变为由下视丘分泌的催产素。通过拥抱、亲吻与拥抱等亲密接触，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这种荷尔蒙能带来深深的信任感与安全感，降低焦虑，并促进长期的情感连结。有趣的是，亲人间的互动也会产生催产素，这解释了为什么走得久的情侣相处起来会越来越像家人。除了催产素之外，还有另一种关键的荷尔蒙叫做血管加压素。研究显示，血管加压素能提升对伴侣的忠诚度，强化对长期家庭的责任与承担。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小红和小轩在克服了毒素磨合后，小红向小轩求婚成功，两人携手步入了成熟稳定的婚姻生活。从演化需求到大脑化学反应，我们可以看到爱情的发生绝非无缘无故，每一次心动与依恋的背后都有着精密的生物学机制在运作。今天第一次为大家分享了爱情背后的秘密。如果大家对恋爱中的心理效应感兴趣，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之后可以继续来深度拆解。离开前别忘了点赞、留言与分享。大家记得多多按赞我的影片。我是杨师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